探索月球分2个问题来回答，一个就是我们中国人有没有能力把探索月球的装置送到月球去探索。第二个呢，才是要做出中国人有独特贡献的探索的内容。去月球做什么？用什么科学问题来牵引？到底能够回答科学上什么样的问题？凡是别人做过的，很多事情我们自己也要做，一定要比别人做得好。每一次探测，我们总要有1、2样是别人从来没有做过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科学问题。既然你要探测，那么这个工程里头呢，就要装很多的探测仪器。我们仪器工程不仅仅有非常明确的工程目标，同时也有非常明确的科学目标。成熟的，我火箭是成熟的。现在唯独比较难的一点的，就是测发控。对这个我说实在情况，是最担心的。就是测控系统呢，首先要接收航天器的这个遥测的这个数据，来判断它的状态，就是它到底是不是健康，是不是正确的执行了这个指令。我们通过遥测，把这个数据要收下来，要判断它这个状态。另外呢，根据它的状态和我们下一步的这个计划，要发指令控制它做各种动作，包括变轨啊、调整姿态啊，这个都是通过测控来完成的。我们可以把嫦娥1号想象成是一只硕大的风筝，而测控系统则是操控风筝的那个人。但它借助的不是棉线、风筝线，而是电磁波。在嫦娥1号之前，中国的测控系统只是运用于在地球轨道附近运行的航天器。嫦娥从38万千米发回的信号，只相当于距离地面380千米近地轨道信号强度的100万分之一。而嫦娥1号携带天线的发射功率仅有20瓦。信号微弱还不是最麻烦的，麻烦的是，微弱的信号混杂在人类活动产生的电磁噪声中。测控系统需要想方设法把其他无用的电磁干扰屏蔽滤除。此外，科学家们还从射电天文观测中找到了一个巧妙的方法。在射电天文观测中有一种技术，就是把几个小望远镜联合起来，达到一架大望远镜的观测效果。由北京、上海、昆明和乌鲁木齐的4个望远镜，构成了一个相当于口径为3000多千米的巨大综合望远镜。这样，嫦娥1号的位置就能被我们准确地锁定了。带着中国人的探月梦想，2007年10月24日，嫦娥1号踏上了奔月的旅程。体重2.35吨的仙女嫦娥1号，张开双臂后大约有18米长。为了保持奔月有足够的动力，
他携带了约1.2吨的燃料。当嫦娥1号抵达月球附近的时候，它的速度已经达到了普通喷气式客机的10倍。此时，如果不及时刹车减速，它就会由于速度太快，无法被月球引力捕获，从而与月球擦肩而过，沦为深空中漂泊的一粒尘埃。但如果刹车过猛也不行，它将一头撞向月球，更别说探测拍照了。正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这个测量的精度都非常高。假设实际上卫星在这个地上，你测量的不准，你以为卫星飞错地上了，那将来你在管理过程也要出现这个问题。这中间测量一些数据怎么计算，同时这个计算的速度都相当高。你不能说在这个一点上你很长时间在计算，那卫星已经飞出的很远了。我总结了苏联、美国探测月球失败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就是在那一点上。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守在测控大厅，提心吊胆。嫦娥很快就要到捕获点了。2007年11月5日10时40分37秒，嫦娥1号的身边绽放出2朵橘红色的火花。调姿发动机点火，嫦娥1号犹如仙女起舞，撩动如蓝色裙裾的太阳能帆板，轻盈地扭转身躯，来了一个180度的旋转，像一场华丽的太空芭蕾。11时15分，北京飞控中心发出制动指令，嫦娥1号主发动机点火制动。最后报告说，月球抓住了。我给孙家栋，我说孙老啊，我说是不是再测一次？他说是。我们有请测控的同志，你们是不是再测一次？是不是真的抓住了？最后过了一点时间说，真的抓住了，现在已经开始绕月球，成为椭圆轨道，绕月球飞行了。真的，我们两人抱头大哭了一场。我觉得这是大家的期盼，绕起来了，绕起来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能力来研究我们中国自己探测到的数据了。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以后还要一步一步要拿到样品，所以我想我们一定会很坚定的、很顺利的走过去。争气性。是国家民族的争气性，这一路都非常好。中国嫦娥工程可以说画了一个惊叹号，虽然工程还没有完全完，但是这个惊叹号画的精彩。同志们，现在入轨的精度非常高，完全被月球捕获。中国人首次探月就获得了辉煌的成就。嫦娥1号凝聚着中国科学家的智慧和心血，承载着中华民族1000年的奔月梦想。它成功入轨，成为了地球卫星的卫星。此后，嫦娥1号在距离月球200千米的环月轨道上飞行，以跨越月球南北2极的方式，大约每127分钟飞行一圈，就像纺线球似的，围着月球一圈一圈地转。上面搭载的立体相机就一轨一轨不停地拍。在拍照同时，激光测距仪不断记录下月面的高程数据。这样传回来的不仅有月表的照片，还有与照片上地形相关的高度信息。这些信息经过地面应用系统的科学家整合处理后，一幅3维立体的全月图诞生了。
2008年11月12日，由嫦娥1号拍摄的中国第一幅全月球影像图震撼发布。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张包含了月球南北两极完整的高精度月球表面影像图，分辨率达到120米，是当时世界上公布的分辨率最高的全月图。它为全人类进一步探测月球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就在嫦娥1号紧锣密鼓地为月球拍照的同时，它所携带的观测月球的其他利器也展开工作。它们测量月壤的特性，分析月球上元素的含量与分布，配合拍摄到的全月图，又绘制出来主要元素的分布图。2009年3月1日，嫦娥1号第5514次绕过月球的南极区域，向北飞行。这是它来到月球的第494天。此时它已经是超期服役，所剩燃料很少了，生命即将走向终点。它将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使命呢？就当时提出的这个人的方法就很多，啊，但是真比较好的就是说，就提出来各种方案，就是我们就撞月，啊，就是把我们这个载荷落到月球去，让月球有中国人的这个载荷在，是吧？用这点剩余的燃料，做一点最后的牺牲和贡献。地面控制它，让它能够撞击到月球上去，或者说叫硬着陆在月球上去。之所以选择这么让它硬着陆，也是为了以后我们嫦娥3号要在月球上进行软着陆，做一点技术和一些经验上的准备。丰富海在月球的赤道附近，面对地球的一面。嫦娥1号的撞月地点选择在了月球的丰富海地区。落月的时间经过了精心规划，有利于地面观测。2009年3月1日16时，地面对嫦娥1号发出减速变轨指令。嫦娥1号飞行前方的推进器向前喷射，实施减速，旋即开始下落，以抛物线弹道冲着月球的表面飞行。嫦娥1号携带的相机依然在紧张的工作，在生命结束之前，它仍在实时传回图像。这个过程仅仅持续了几分钟。嫦娥1号是我们所有嫦娥人的心血培育起来的，我们感到非常沉痛，感觉到他为国建功，而且粉身碎骨，埋葬在丰富海，永远埋葬在丰富海。嫦娥1号义无反顾地向前飞行，月球的丰富海区域成为我国第一位探月使者的最后归宿。16时13分10秒，嫦娥1号坠落在中央电视台每晚7点雷打不动准时播出新闻联播。但是在2010年10月1日国庆节这天，新闻联播的片头却是破天荒以画中画的形式播出。画中画的小画面是一次航天发射。18点59分58秒，一团红色火焰将长征3号丙运载火箭推起，嫦娥2号划破苍穹，飞向月球。嫦娥2号与嫦娥1号轨道设计全然不同。嫦娥1号先在围绕地球的椭圆轨道做了几次加速，才把自己甩出去。
这有点像田径比赛的抛链球；而嫦娥2号更像是掷标枪，沿着奔月时间短的高速路直奔月球。凭借长征3号丙运载火箭的巨大推力，嫦娥2号节省了大量燃料。嫦娥1号抵达月球用了12天，嫦娥2号把这个过程缩短到了5天。除了飞得更快之外，相对于嫦娥1号而言，嫦娥2号此去还有新的要求。首先就是要靠得更近。嫦娥2号是在距离月球表面100千米处的轨道上运行工作的。除此之外，还要求嫦娥2号看得更清。嫦娥2号所携带的立体相机空间分辨率已经从嫦娥1号的120米提升到7米，足足提高了17倍。打个比方，嫦娥1号如果能够看到一个飞机场的话，那么嫦娥2号就可以看到跑道上的一架飞机。2010年10月26日，嫦娥2号变轨下降，进入近月点距离月球15千米的轨道。它将自己的眼睛聚焦在月球的红湾与海地区。嫦娥2号对科学家选定的嫦娥3号的落月点区域进行了高清晰度的拍摄，分辨率可以达到1.3米。它拍摄了大量月面红湾与海区域的局部影像图，让中国科学家清楚地了解到，这里表面较平坦，由玄武岩质的月壤覆盖，分布有不同大小的撞击坑和石块。其中最大的撞击坑是直径约9000米、深约1.7千米的拉普拉斯 A 撞击坑。很显然，分辨率的提高给我们呈现出更多月球表面的细节。月球上大大小小的坑，大部分是由彗星、小行星撞击出来的。小行星长什么样子呢？我们可以让嫦娥2号去侦查一下。这不是什么天方夜谭，这是真事儿。还记得嫦娥2号一步到位的奔月之旅吗？正是因为有了精准的轨道设计，嫦娥2号在旅途当中才能节省下来大量原本用于调姿、变轨、增速的燃料。所以，当它精确拍摄了月球红湾与海区域之后，嫦娥2号还有能力飞离月球，进行一系列拓展实验。2号的最大特点是1探3，就是用一个备份芯，最后我们实现了对月球的探测，对日地拉长人2点的探测，还对小行星4179，它的学名的叫图塔蒂斯这么一个小行星探测。图塔蒂斯小行星又名战神，它行踪不定。美国曾经通过雷达跟踪探测数据，给它绘制过模糊的图像，推测它直径大约4000米。因为它曾经数次接近地球，所以被列入潜在危险小行星名单。科学家推测，6500万年前，一颗直径大约10千米的小行星撞击在墨西哥湾的位置，撞击导致剧烈爆炸，烟尘遮天蔽日，整个地球陷入黑暗，大量动植物死亡，恐龙就是在这场浩劫中灭绝的。假设图塔蒂斯小行星与地球相撞，人类的命运可想而知。要和4179小行星要探测要交会2个最重要的工作要做。第一个是要精确的知道它的轨道数据，
第二呢，还要精确的设定，是吧？设置或者控制我们嫦娥2号的轨道。所以呢，当时。广寒宫夜晚已长寒冷，嫦娥姑娘已到放月宫，探秘寻宝拍照留影。头顶是遥远深邃太空，身边是无声寂静。前方崎岖路不平，苍凉的月球上留下你孤寂的背影。你的背影，千年的梦想由你完成。月的背影，人类登上新的高峰。动着我们的心灵，月的背影，探索未知永无。